各位朋友，近来貌似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可能是因为欧洲确实感受到了不断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以及不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同时呢，要接收乌克兰所谓难民，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在欧盟所谓大国当中，法国的马克龙还算是一位相对务实的人物，他也是不为了反对而反对中国的关于乌克兰12点和平倡议的领导人。从欧盟一些国家领导人目前急于前往北京就可以看出，第一，西方特别担心中国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这样北约胜算的机会就更加渺茫。第二，欧洲渐渐明白，不断投入乌克兰与产出相比不成正比，这笔生意不合算。第三，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参与方，目前只有中国能够相对中立地站出来调停，给欧洲一个台阶下。这是欧洲媒体主动报道马克龙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访华的主要原因。现在欧洲稍微放下身段，主动前往北京，说明他们有求于中国。大家是不是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提出某些东西作为交易，比如要荷兰提供阿斯麦光刻机，以及欧洲取消华为禁令等等？反正双方坐下来谈总是好事，老死不相往来不利于任何一方。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冯德莱恩成双成对即将访华的消息。我们先看看德国《明镜周刊》的简短报道，随后看德国第5大传媒集团旗下的《信使报》的报道。拉拢北京，站在我们这边。冯德莱恩显然将与马克龙一起访问中国，法国总统可能将于4月与一个重要的同伴一起前往北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一同出访。马克龙认为，在中国问题上需要一个欧洲的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陪同他在4月初访问中国。Politico 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已经确认冯德莱恩将一同出访。法国总统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结束后表示，马克龙还与德国总理欧拉夫·肖尔茨谈到了在中国问题上需要一个欧洲的声音。我们同意，我们希望让中国站在我们这边，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使其不要使用化学武器或核武器。马克龙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说，他计划于4月4日至8日访问中国。肖尔茨呼吁习近平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肖尔茨在布鲁塞尔说，中国已经明确保证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呼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谈，而且也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会谈。习近平这周在莫斯科拜访过普京。好，德国之声说明，这是4天前刊登的新闻，所以文章中用这周的说法。肖尔茨去年11月初前往北京，此前马克龙曾提议进行联合出访，然而德国总理拒绝了，他指出这是他的首次访问。马克龙现在回忆说，2019年他在巴黎曾欢迎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4方峰会。今年2月，法国原则上欢迎中国提出的乌克兰12点计划，同时呼吁北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好，朋友们，这是德国《明镜周刊》的简短报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的读者评论。像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制度不能被拉到我们这边，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对他们的那种制度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的民众随后也希望要我们的制度，这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原因。下一位，我认为所有这些西方代表对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在鸦片战争中被压迫了1个世纪，这种西方的傲慢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下一位，冯德莱恩想为美国刺探一下现在中国的情况，或者说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重视与欧洲的关系。下一位，我认为马克龙现在在巴黎面临别的问题，应该先让他的国家恢复平静，不要搞得到时马克龙可以马上在北京申请庇护。下一位，中国有个计划，一个长期计划，这个国家不会被拉到任何一边。下一位，他们希望中国影响俄罗斯以结束战争，这是一个明智一步。然而我们应该停止不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无赖国家，我不认为他们会喜欢，现在需要外交手段来取得进展。下一位，
同时，我们还必须最终开始放下自己的双重标准，但仅此一点就会失败。下一位，如果我们实际上不能独立存在，全球，我们以及欧盟应该如何放下双重标准？下一位，政治人物的这种天真的过度的自信令人尴尬。习近平不会让自己被拉到欧洲这边来。同时，我们在抨击中国，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拆出5G 模块等等等等。中国是一个鄙视人类的国家，没有人会拉拢这样一个国家到他那边。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向北京表示敬意是有目的的。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对话，毕竟经济关系是不容易割裂的。习近平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重申与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最终没有多大意义。中国想要权力、影响力和金钱，所以普京不是真正的合作伙伴。下一位，部分正确。另一方面，中国显然已经脱离了祈求者的阶段，而且在各方面都能追求和推进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是中国新的廉价可靠能源供应商，这对于长期的友谊来说已经足够了。普京对此当然也不抱幻想，但他有中国需要的东西。从长远来看，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将加速中国的崛起，并使中国比他希望的更独立。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完全解放自己，然后将不再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在此复杂的情况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作为北约成员的我们以及欧盟更有可能被算作敌人。在我看来，这不是友好访问的好的前提条件。看了《明镜周刊》的报道和读者评论后，如刚才说的，我们来看另一家德国媒体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信使报》的报道。这家媒体的报道更详细。担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前往北京。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正面临来自欧盟和巴西的马拉松式访问。在所有访华人士的议程上，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作用，尽管习近平与普京关系密切，外国元首扎堆北京。巴西总统卢拉实际上想在本周前往中国，一场肺炎让这位77岁的老人在短时间内却步了。但中国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不会感到孤独，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将与来自欧洲的3位领导人会面：马克龙、冯德莱恩和桑切斯。在经历了3年自绝于世界的清零政策之后，习近平和他的国家在重返世界舞台，其据点在北京。处理积压的需求是巨大的。近来，在地缘政治方面，主要通过2件事来看待中国：它与美国的长期冲突，以及它与乌克兰的战争贩子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关系。就在几天前，画面显示习近平在莫斯科与普京和谐相处。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在期盼获得与习近平会晤的消息。欧盟担心中国可能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但是，尽管美国似乎沉迷于与中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但欧盟希望保持对话。布鲁塞尔及其成员国显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北京进一步向俄罗斯靠拢。据美国新闻媒体 Politico 报道，周末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欧盟其他国家领导加倍努力，阻止中国增加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怀疑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有几份关于提供无人机或枪支的报道，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马克龙在峰会上公开表示，我们同意，我们希望把中国拉拢到我们这边，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使其不要使用化学武器或核武器。法国原则上欢迎中国在2月提出的乌克兰和平12点计划，同时呼吁北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马克龙将于4月4日到8日前往中国，而且不是独自一人。他已经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建议他陪同前往。他已与德国总理希尔茨协调此事，因为在中国问题上有必要发出欧洲的声音。马克龙说，希尔茨周末在布鲁塞尔强调，中国已明确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位总理已经在11月初对北京进行了首次访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访中国的前锋。
最近，中国首席外交政策官员王毅说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敌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证明了中国可以在他想调解的时候进行调解。在这件事上，中国确实是中立的，因为它与利雅得和德黑兰保持着类似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在乌克兰战争中，西方没有人认为习近平是中立的。同时，中国对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进行了明确区分。虽然美国被视为头号对手，但北京仍将欧洲视为可能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国的外交官们不断抨击美国和北约。另一方面，在布鲁塞尔，他们呼吁战略独立，其含义无非是欧洲在中国政策上应与美国保持距离。德国之士点评，该媒体肯定误解了在中国政策上欧洲要战略独立。中国呼吁的战略独立是指欧洲应该在外交上独立自主，而不是凡事都听美国的。不仅仅是欧洲的中国政策，而是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应该独立自主。可惜欧洲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能力。首先没有军事能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就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只能听从摆布。就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一样，台湾其实也一样，只不过台湾是更廉价的棋子而已。我们继续往下。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周呼吁欧盟领导人不要孤立中国，因为这样的策略将使北京有可能走自己的路。第一个踏上中国之路的欧洲人，甚至在马克龙之前将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据其办公室称，桑切斯本周将首先出席在热带岛屿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一种中国的达沃斯论坛，然后在周五飞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他的旅行意义重大，因为西班牙将在7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的官方契机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但桑切斯出访也主要关注乌克兰问题。他周六强调，他将在北京力争实现公平的和平，包括被俄罗斯侵犯的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卢拉视中国为公正调解人。据报道，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罗尼将于近期访问北京，和桑切斯一样，他被认为是基辅的明确支持者。卢拉就不一样了。在肖尔茨访问巴西期间，卢拉曾说，一场争端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激怒了肖尔茨。然而，卢拉的立场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并非不典型。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受到西方家长式的作风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美国那种傲慢自大、双重标准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得人心。相比之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俄罗斯，在许多地方被视为中立且乐于助人。此外，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不是前殖民霸权。耶鲁大学蔡中层中国中心的摩里茨·鲁道夫写道，在乌克兰战争中，卢拉支持一个由中国、印度或巴西等未参与的国家主导的一个进程。卢拉也赞同中国的12点和平倡议。卢拉在2003年到2011年的第一个任期内与北京关系密切。2009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在南美任何地方的投资都不及在巴西的投资多。在右翼民粹主义者博索纳罗的领导下，中国巴西经济关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主要是大声批评中国。卢拉则完全不同。这位巴西的国家元首想去北京和上海旅行6天，随行的是一个大型商务代表团。鲁道夫说，在卢拉访问中国期间，巴西甚至有可能加入新丝绸之路，但这不得不暂时推迟。目前，北京的舞台属于欧洲人。好了，朋友们，这家媒体的报道非常详细，相对来说算中立了。于是呢，我去了解一下该媒体的背景。原来，该媒体是德国第5大传媒集团旗下的平面媒体。他的老板是 Dirk Eppen， 貌似不属于任何党派，也没有留学或在美国工作的经历，这可能是这篇报道相对中立的主要原因。我们看看读者评论吧，可惜只有少数几条评论。让中国站在我们这边，这是马克龙的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但现在可能为时已晚。中国已经与俄罗斯签订了供应合同，包括电子产品的供应，这些东西在俄罗斯会被用来做什么？不难猜测。无论如何，中国可能会阻止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或核武器。毕竟几个月前，中俄在这方面有个明确的协议，之后俄罗斯人也变得相当温顺。马克龙可能想再次确保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总是可以尝试这样做，但无法掌控它。中国将坚持其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行为，
不管有多少西方国家的元首在北京表达敬意，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是宣布，不一定是威胁，部分减少贸易关系，这是习近平的敏感神经所在。如果削减贸易关系，他将不得不使自己的产品更加昂贵，以作为补偿。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中国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习近平无法承受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有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工人们希望从产品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如果他让步，他无论如何都得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意味着他最终会陷入一个威胁中国竞争力的恶性循环。西方的这种部分减少贸易关系的做法，不是他在这时额外需要的。下一位，只要欧盟来访，没带来什么东西来支持中国，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回礼。就是说，首先把阿斯麦5纳米光刻机给中国，同时在欧盟没有华为禁令，否则这些顶多是昂贵的周末出游。下一位，讨厌的英式英语，周末这个词太长了是吗？顺便说一下，华为显示了中国的脆弱性，所以是的，对华为的禁令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下一位，西方供应乌克兰，但东方不能供应俄罗斯。有人认为欧盟在这里会改变什么？哥们，在其他方面可是别人做出决定。对于有一点跨文化经验的人来说，没有人在乎商业与道德的较量。在中国会按既定计划执行，这意味着他们拿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下一位，如果有惩罚性关税，中国是否还会闹得如此欢呢？你忘了，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国，需要西方，如果没有西方，中国就完了。下一位，在一份报道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对中国最大的肉类出口国，仅仅靠关税制裁有可能达到什么吗？因为制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前出口世界冠军。欧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强大，可以想象，中国现在进口机械，以便将其运往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电力来自各种核电站和源自德国的热电联产电站。在这个领域，西门子有各种建造合同。另外，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了，朋友们，这就是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德国民进周刊以及德国信使报关于西方领导人扎堆北京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谢谢大家。